心电监护仪发出刺耳的长鸣。苏婉清的手缓缓垂落在病床边，林浩天站在床尾，紧握的双拳青筋暴起，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随即快速扫视了一眼病房，护士正在忙碌，女儿小诺背对着他在窗边哭泣。妻子江梦瑶去走廊打电话，确认四下无人后，他的嘴角不由自主地抽动了一下。爸，你没事吧？小诺突然回头，林浩天瞬间收敛了表情，装作悲伤地低下头。3天后，当律师在客厅里打开那份密封的遗嘱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林浩天的手心全是汗，心跳如雷。他以为自己已经等到了想要的结果，他万万没想到，真正的结果会让他如坠冰窟。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清河县人民医院17层的高级病房里，苏婉清躺在雪白的病床上，脸色蜡黄如纸，呼吸微弱的几乎听不见。70岁的他曾经是县城第1小学的语文老师，教书育人40年，桃李满天下，如今却被胃癌折磨的行销鼓励。奶奶，您再坚持一下，医生说新的靶向药很有希望，国外已经有成功案例了。18岁的小诺紧紧握着奶奶枯瘦的手，眼眶红肿得像核桃。他刚刚收到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本该是全家最高兴的时候，却被奶奶的病情冲得七零八落。林浩天坐在病房角落的陪护椅上，表面上在低头看手机，实际上正在手机计算器上反复计算这个月的医药费。胃癌晚期的治疗费用已经让他的银行卡余额从6位数变成了4位数，23万8千块的花销让他每个晚上都睡不着觉。病房外走廊里传来护士的脚步声，林浩天抬起头看了看墙上的收费单据，眉头皱得更紧了。爸，医生刚才说奶奶需要用进口的靶向药，1个疗程要8万块钱，但是效果比化疗好很多，副作用也小。小诺压低声音，生怕被病床上的奶奶听到。林浩天的手机差点掉在地上，他猛地抬起头，眉头紧锁得像打了结。8万，1个疗程就8万，这钱从哪来？我的建材店这半年生意差得要命，房租都快交不起了。坐在另一边的妻子江梦瑶赶紧拉了拉丈夫的袖子，用眼神示意他小声点。江梦瑶42岁，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在县城的银行做柜员。她深知现在不是计较钱的时候，但心里同样有着自己的小九九。苏婉清虽然闭着眼睛，看起来像是在睡觉，但她的手指却微微动了动，眼珠子在眼皮下面轻微转动着。作为一个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70年的老教师，他比谁都清楚这些细微的家庭暗流和人情冷暖。就在这时，病房门被轻轻推开，林浩天的弟弟浩宇风尘仆仆地出现在门口。他比哥哥小3岁，在外省的纺织厂当技术员。接到嫂子江梦瑶的电话后，立即请了3天假，坐了16个小时的绿皮火车赶回来。他的手里还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刚在火车站买的苹果和香蕉。妈，我回来了，路上堵车耽误了，对不起来晚了。浩宇把水果放在床头柜上，声音有些哽咽。苏婉清缓缓睁开眼睛，看到风尘仆仆的小儿子，干裂的嘴唇努力向上翘了翘，露出了这几天来第一个真正的笑容。雨儿，你怎么回来了？厂子里不是正在赶订单吗？你们车间主任不是说这个月很关键吗？
妈，您病了，我当然要回来照顾您，工作算什么？没有您重要。浩宇在床边的小凳子上坐下，小心翼翼地握住奶奶的手，生怕用力过猛弄疼了她。林浩天看着这温馨的一幕，心里却五味杂陈。奶奶对弟弟的态度确实和对他不一样，这种差别待遇从小到大都让他感到不平。家里那套位于县城黄金地段的3层小楼是奶奶退休时用毕生积蓄买下的，现在房价涨得这么厉害，那套房子至少值300万。如果奶奶真的这次撑不过去，江梦瑶似乎完全看透了丈夫内心的想法，她轻轻碰了碰林浩天的手臂，夫妻2人对视了一眼，心照不宣的都想到了同一件事情。浩天，你们先回去休息吧，我来陪妈，反正我也请了假，在这里守着比较合适。浩宇主动提出承担夜班陪护的任务，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在这里？我是长孙，应该我来照顾奶奶才对。林浩天表面上推辞着，心里却巴不得有人能替他分担这个重担。每天在医院陪护，不仅耽误做生意，关键是看着那些昂贵的药费单据，他的心都在滴血。苏婉清用尽力气抬起手，虚弱地摆了摆：“你们都别争了，回去好好休息。医院里有护工，不用你们都守在这里。小诺明天还要去学校办手续，不能耽误了孩子的前程。”当天晚上，林浩天一家3口回到了县城边缘的2室1厅里。这套房子是他们结婚时买的，虽然面积不大，但胜在地段还可以。江梦瑶关上卧室的门，压低声音对丈夫说：“老太太这次的病来得太凶，医生的意思你也听到了，怕是真的不太乐观。”林浩天点了根香烟，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昏暗的卧室里缭绕。主治医生私下和我说过，胃癌晚期就算用最好的药，最多也就能延长半年到1年的时间。那房子的事情，江梦瑶欲言又止。她知道这个话题很敏感，但又不得不提。按照法律来说，我们兄弟俩应该各分1半，但是老太太如果留下了遗嘱的话。林浩天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皱起了眉头。他从小就偏向老二，我真的很担心他会做出什么对我不利的决定。你别想太多了，你毕竟是长孙，这些年也一直在身边照应着，他不会那么偏心的。再说了，浩宇虽然孝顺，但他远在外地，实际上能帮上的忙有限。江梦瑶一边安慰着丈夫，但自己的语气中也透露出明显的不确定性。隔壁房间里的小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透过薄薄的墙壁，他能清楚地听到父母压低声音的对话内容。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奶奶还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父母却已经开始讨论遗产分配的问题了。接下来的2个星期里，奶奶苏婉清的病情如过山车一般起伏不定，有时候精神状态稍微好一些，能够和家人简单交流几句，有时候却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整天昏昏沉沉地躺着。林浩天表面上还在尽着做长孙的义务，但他去医院的频率明显比之前减少了很多。他总是找各种借口，说建材店正在谈一个大单子，或者说要去外地进货。实际上，内心深处是不愿意继续承担那些高昂的医药费。与哥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浩宇几乎把医院当成了自己的家。他向厂里申请了1个月的事假，全身心地投入到照顾奶奶的工作中，给奶奶喂水喂药，帮她翻身按摩，陪她聊天解闷，事无巨细地照料着。雨儿，你这样下去工作怎么办？厂里的领导
会不会有意见？苏婉清心疼地看着因为连日操劳而日渐憔悴的小儿子。妈，您就别为我操心了，工作没有您重要，大不了我重新找工作，等您的病好了，我再回去上班也不迟。浩宇一边说着，一边用温毛巾轻轻地为奶奶擦拭脸颊。苏婉清的眼中含着泪花，她何尝不知道两个孙子之间的巨大差别。昊天虽然住在同一个城市，距离医院只有半小时的车程，但真正用心陪伴他的时间屈指可数。每次来医院看他，眼神中都带着一种难以掩饰的急躁情绪，仿佛在等待着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这天下午，林昊天难得主动来到医院，但他不是来陪奶奶的，而是专门找主治医生商量治疗方案的调整问题。张医生，我想和您单独谈谈我奶奶的病情。林昊天把医生叫到了办公室里。林先生，令堂的情况确实不太乐观，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肝脏和肺部。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控制病情发展，减轻老人的痛苦。主治医生张医生实话实说。那如果我们选择保守治疗的话，大概还有多长时间？林昊天问出了憋在心里很久的问题。张医生有些诧异地看了看林昊天，斟酌了一下用词。如果停止积极治疗，只是用一些止痛药维持的话，可能就是几周到2个月的时间。就在这时，浩宇推门走进了医生办公室，他刚好听到了林昊天和医生的对话内容，脸色瞬间变得铁青。哥，你在说什么？你是在建议放弃治疗吗？我只是想全面了解一下所有的治疗选择，我没有别的意思。林昊天被弟弟的质问搞得有些尴尬和心虚。妈还有治愈的希望，我们绝对不能放弃。钱的问题你不用担心，我会想办法解决的。浩宇的声音带着明显的愤怒情绪。我可以把我这些年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实在不行就去借钱。林昊天听到弟弟的话，心里更加不是滋味。浩宇这番话等于是在间接指责他见死不救，不愿意为奶奶的治疗承担经济责任。但是他也有自己的苦衷啊，建材店的生意确实越来越难做。小诺马上要上大学，学费、生活费都是一大笔开支。当天晚上回到病房后，苏婉清敏锐地察觉到了兄弟俩之间的紧张气氛。作为一个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老人，他对这种微妙的家庭关系变化有着异常敏感的直觉。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心里已经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小诺，你过来，奶奶有重要的话要对你说。苏婉清用微弱的声音招呼正在窗边做作业的孙女。小诺赶紧合上作业本，来到病床边坐下。奶奶，你想说什么？苏婉清用尽力气握住小诺的手，声音虽然微弱，但语气很坚定。奶奶可能撑不了太久了，但是你上大学的学费问题不用担心，奶奶早就为你准备好了。不管家里的大人怎么争论，你都要专心读书，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奶奶，您千万别这么说，您一定会好起来的。医生说了，只要配合治疗，病情是可以控制的。小诺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苏婉清慈爱地摸了摸孙女的头，人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奶奶已经活了70年，见过了该见的风景，也没有什么遗憾了。你要记住奶奶的话，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保持善良的本性。林昊天站在病床的另一侧，仔细听着奶奶和小诺的对话。当奶奶说学费早就准备好了的时候，他的心跳明显加快了。
这句话意味着奶奶手里除了那套价值不菲的房产之外，很可能还有一笔数目不小的现金存款。1个月后，苏婉清的病情发生了急剧的恶化，连续几天的高烧让她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主治医生不得不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建议家属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林浩天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看着手里的病危通知书，心情异常复杂。一方面，作为孙子，他确实不希望奶奶继续承受病痛的折磨；另一方面，奶奶的离世也意味着困扰他很久的遗产分配问题将要摆上台面了。这段时间以来，他偷偷咨询了好几个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朋友，详细了解了关于遗产继承的法律规定。如果老人没有留下遗嘱的话，房产将按照法定继承顺序由2兄弟平均分配。但是如果老人生前立下了遗嘱，那就必须完全按照遗嘱的内容来执行分配。老公，你说奶奶会不会真的在遗嘱里偏向浩宇？她平时确实对他更好一些。江梦瑶坐在丈夫身边，忧心忡忡地分析着各种可能性。按道理来说，应该不会太过分，毕竟我是长孙。这些年虽然不如老二那么贴心，但也算是尽到了基本的义务。林浩天试图安慰自己，但语气中明显缺乏底气。小诺坐在走廊的另一端，看着父母窃窃私语的样子，心里的失望情绪越来越强烈。奶奶还在病床上与死神搏斗，他们却已经开始为遗产分配的问题而焦虑不安了。浩宇这几天几乎没有离开过医院一步，他在病房里搭了一张折叠床，24小时守护在奶奶身边。连续多日的熬夜让他的眼睛布满了血丝，下巴上长满了胡茬，整个人看起来憔悴不堪。二叔，您去休息一下吧，我来陪奶奶。您这样下去，身体会吃不消的。小诺心疼地看着疲惫不堪的叔叔，没关系，我年轻身体好，能撑得住。奶奶现在的情况这么不稳定，我不能离开。浩宇摇摇头，继续坚持着自己的岗位。苏婉清的意识在这几天里时而清醒，时而模糊，但在清醒的间隙里，他多次要求护士帮助联系律师陈先生。奶奶，您找律师是要处理什么事情吗？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小诺关切地询问。奶奶要安排一些重要的事情，这些你们小孩子不用操心。苏婉清虽然身体虚弱，但思维依然清晰。你只要专心准备上大学就行了。律师陈先生是苏婉清的老朋友，两人相识超过20年了。当年苏婉清购买那套3层小楼的时候，就是通过陈律师办理的各种法律手续。接到苏婉清从医院打来的电话后，陈律师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驱车赶到了医院。病房里进行了一次严格的清场，除了苏婉清和陈律师2个人之外，所有的家属都被要求暂时离开房间。这次机密谈话持续了将近1个小时，具体的谈话内容谁也不知道。当陈律师从病房里走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贴着红色的封条，显然已经完成了正式的法律程序。林浩天看到这个场景，心里顿时七上八下起来。奶奶果然正式立下了遗嘱，但是遗嘱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他完全无从得知。这种不确定性让他感到极度的焦虑和不安。奶奶，您刚才和陈律师谈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林浩天忍不住开口询问，试图从奶奶那里套出一些有用的信息。苏婉清闭着眼睛，没有回答孙子的问题。
他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微弱，脸色也越来越苍白，仿佛随时都可能咽下最后一口气。第二天凌晨4点钟，医院的值班护士急匆匆地拨打了林浩天家的电话。苏婉清的各项生命体征出现了急剧的下降，医生判断他很可能撑不过这个夜晚了，建议所有的家属立即赶到医院见最后一面。林浩天一家3口匆忙穿上衣服，开车赶到了医院，而浩宇早就已经在病房里守候了整整一夜。他静静地坐在病床边，握着奶奶冰凉的手，眼中满含着泪水。病房里的气氛异常凝重，各种医疗设备发出的滴滴声显得格外刺耳。苏婉清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如纸，呼吸微弱的几乎察觉不到。奶奶，我是小诺，您能听到我说话吗？小诺跪在病床边，紧紧握住奶奶的手，声音哽咽的说不出完整的句子。苏婉清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缓缓睁开了眼睛。她的目光在病房里慢慢扫视着，依次看过了每一个守候在身边的家人。当她的目光停留在小诺身上时，干裂的嘴唇努力蠕动着。小诺，要好好读书，做个有用的人。奶奶，您不要说话了，要保存体力。医生说您会好起来的。小诺的眼泪如断线珍珠般不停地往下掉。苏婉清又把目光转向了浩宇，眼中流露出深深的不舍和眷恋。宇儿，你要照顾好自己，不要太累了。浩宇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情感，趴在病床边放声痛哭。妈，您千万不要离开我们，我们都还需要您啊。最后，苏婉清的目光看向了站在病床尾部的林浩天，他似乎想要对这个长孙说些什么，但已经没有力气发出声音了。他的嘴唇微微张开，但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医生和护士们在病房里进进出出，各种抢救设备和药物轮番上阵，但是所有在场的人都心知肚明，这些抢救措施只不过是在延长告别的时间罢了，奇迹已经不可能发生了。清晨6点13分，伴随着心电监护仪发出的刺耳长鸣声，苏婉清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她的右手缓缓从病床边垂落下来，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脸上带着一种超脱世俗的安详表情。病房里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小诺压抑不住的哭泣声在空气中回荡。浩宇趴在病床边，肩膀因为痛哭而剧烈颤抖着，整个人完全崩溃了。林浩天站在病床的尾部，静静地凝视着安详离去的奶奶，内心的情感异常复杂，悲伤的成分当然是有的，毕竟血浓于水的亲情不是假的，但与此同时，还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情绪在心底涌动着。护士小王轻手轻脚地走进病房，关掉了所有的医疗监护设备，开始按照医院的标准程序处理后续的各种事宜，请各位家属节哀顺变。老人家走得很安详，没有承受太多的痛苦。当班的张医生轻声安慰着悲伤的家属们。小诺哭着跑出病房去联系护士办理各种手续。江梦瑶也走到医院的走廊里，开始给亲戚朋友们打电话通知这个不幸的消息。病房里一时间只剩下了林浩天和还在床边痛哭的浩宇两兄弟。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林浩天以为四下无人，压抑了很久的复杂情绪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原本紧绷的面部肌肉稍微放松了一些，嘴角甚至不自觉地微微抽动了一下。70年漫长的人生终于走到了终点，
而他内心深处等待已久的那种解脱感也随之悄然降临了。苏婉清的丧事办得既庄重又体面。作为在当地教育界德高望重的退休教师，他在清河县拥有很高的声望和口碑。消息传开后，许多曾经的学生和同事都专程赶来为他送行。林浩天在整个丧事期间表现得非常积极，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忙前忙后地招待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俨然一副孝顺长孙的标准形象。但是熟悉他的人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的悲伤情绪中总是夹杂着一种难以掩饰的急切感，仿佛在急切地等待着某个重要时刻的到来。相比之下，浩宇的表现就真正体现了什么叫做悲痛欲绝。从奶奶去世到安葬仪式结束，整整5天的时间里，他几乎没有合过眼，整个人憔悴得完全不成样子。前来参加葬礼的亲戚朋友们都在夸赞他是一个真正孝顺的好孩子，这些赞美声让站在一旁的林浩天心里更加不是滋味。安葬仪式在清河县公墓举行，苏婉清被安葬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山坡上。当最后一抔黄土盖在坟墓上的时候，所有在场的人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仪式结束后，所有的家人回到了苏婉清生前居住的那套3层小楼。这套房子位于县城的黄金地段，虽然建造年代有些久远，装修也不算豪华，但是地理位置绝佳。随着这些年房价的飞速上涨，市场估值已经超过了300万元。现在应该是时候处理奶奶留下的各种事务了。江梦瑶率先开口，打破了客厅里的沉默气氛。林浩天点了点头，语气中带着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奶奶生前确实联系过陈律师，应该是留下了什么重要的安排和交代。浩宇抬起红肿不堪的双眼，声音嘶哑地说：“哥，这些事情不着急，让我们先缓一缓吧。奶奶才刚刚入土为安，我们就谈这些，是不是有点……玉儿，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有些现实问题我们必须面对和处理。”林浩天的语气中带着不容商量的坚决态度。再说了，这也是为了遵循奶奶生前的意愿。小诺静静地坐在客厅的角落里，看着父亲和叔叔的对话，心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奶奶的骨灰刚刚入土，父亲就已经迫不及待地要讨论遗产分配的问题了，这让他感到非常失望和寒心。那就按照你的意思，联系律师吧。浩宇无奈地点了点头，显然没有力气再争论下去了。林浩天立即掏出手机，拨通了陈律师的电话号码。电话接通后，陈律师在电话里表示，根据苏婉清生前的安排，他将在3天后正式来到林家宣读遗嘱的具体内容。这3天时间对林浩天来说显得格外漫长和煎熬，他在心里反复盘算着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试图分析奶奶可能会做出怎样的财产分配决定。按照一般的常理推测，奶奶应该不会做得太过分和偏心，至少那套价值不菲的房产应该会在2兄弟之间进行相对公平的分配。但是考虑到浩宇这些年来确实在照顾老人方面付出的更多，万一奶奶因为感动而在遗嘱中对他有所偏向，江梦瑶也在一旁不断地为丈夫分析形势和出谋划策。你放心好了，奶奶虽然平时对浩宇更疼爱一些，但是她毕竟是一个明事理的聪明老人，不会在财产分配上做得太过分的。希望真的是这样吧。
林浩天心里依然没有十足的把握和底气。小诺看着父母这几天来的种种表现，心里的失望情绪越来越浓烈。他不断地回想起奶奶生前对他说过的那些话，回想起奶奶对整个家庭无私的关爱和付出，眼泪再一次忍不住涌了出来。浩宇这几天一直选择住在奶奶的老房子里，他说这样做是为了能够更好地陪伴奶奶的在天之灵。每天傍晚时分，他都会在奶奶的遗像前静静地坐上很长时间，有时候会自言自语地和奶奶说话，有时候就只是静静地发呆和回忆。林浩天看着弟弟的这些表现，心里的感受也是五味杂陈的。一方面，他确实能够感受到弟弟对奶奶的真挚感情和深切怀念，但另一方面，他又忍不住担心奶奶是否会因为这种深厚的感情而在遗嘱中给予浩宇更多的财产份额。3天的等待时间终于过去了，陈律师如约来到了林家，手里拿着那个决定两兄弟未来命运的牛皮纸信封。3天后，律师陈先生准时抵达林家。客厅里气氛凝重，林浩天坐在主位上，双手不自觉地搓着裤腿。这些天，他一直在心里盘算着那套价值不菲的3层小楼。现在宣读苏婉清老人的遗嘱，陈律师撕开封条，林浩天的心跳如肋骨，手心全是汗。按理说，没有遗嘱的话，兄弟平分，但万一奶奶偏向他这个长孙，他努力保持镇定，等待着期盼已久的好消息。关于房产分配，陈律师清了清嗓子，开始逐字宣读。随着律师的声音在客厅里回响，林浩天的表情从期待转为困惑，再从困惑转为震惊。他的身体开始微微颤抖，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苍白。当律师读完最后一段话时，林浩天猛然从沙发上站起，踉跄着后退几步。他张着嘴想说什么，却发不出任何声音。看到那份遗嘱内容的瞬间，他整个人都崩溃了。小诺从阳台上匆匆走回客厅，刚一进门就被眼前的场景彻底镇住了。父亲林浩天瘫坐在真皮沙发上，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所有力气一样，脸色苍白如纸，双手无力地垂在身体两侧，眼神空洞地盯着茶几上的遗嘱文件。而叔叔浩宇坐在对面的单人沙发上，眼眶红肿得像核桃，正在默默地擦拭着不断涌出的眼泪。客厅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连墙上的挂钟滴答声都显得格外刺耳。爸，到底怎么了？遗嘱里写了什么？为什么大家都是这个表情？小诺急切地问道，声音中带着明显的恐慌。江梦瑶坐在林浩天身边，手里拿着那份已经展开的遗嘱，脸上的表情同样震惊地说不出话来。他的嘴唇微微颤抖着，显然也被遗嘱的内容彻底震撼了。这份遗嘱的内容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甚至颠覆了他对苏婉清这个老人的所有认知。陈律师推了推眼镜，深深地看了一眼在场的每个人，然后清了清嗓子，对着一脸困惑的小诺重新宣读了一遍遗嘱的关键内容。根据苏婉清老人于今年6月15日立下的正式遗嘱，位于清河县中心街128号的3层住宅楼，包括楼房本体、院落以及楼内的所有家具家电设备，全部留给次子林浩宇一人继承，不得分割。小诺听到这里，瞪大了眼睛看向父亲，心跳开始加速。那套价值300万的房产竟然全部给了叔叔，
1分钱都没有分给父亲，难怪父亲会是这样崩溃的反应。任何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无法接受吧。但是陈律师的声音继续在寂静的客厅里响起。苏婉清老人同时在遗嘱中安排了其他财产的分配，他留下了一笔专门的教育资金，共计12万元，存放在中国银行清河县支行，专门用于孙女林小诺的大学学费和4年生活费，任何人不得挪用。听到有专门为自己准备的教育基金，小诺的眼中涌出了感动的泪水。奶奶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记挂着她的学业和未来。陈律师继续宣读，除此之外，老人还有一笔储蓄存款8万元，留给长子林浩天作为生活补贴和创业支持资金。江梦瑶听到这里，本能地想要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她紧紧抓住了丈夫的手臂。老公，还有8万块钱给我们，虽然不多，但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啊。但林浩天依然保持着那种被彻底击垮的表情，仿佛这8万块钱对他来说毫无意义。在他的心里，300万的房产和8万块现金之间的巨大差距让他完全无法接受现实。他原本以为自己至少能分到1半房产，也就是150万，现在却只有区区8万块。这种心理落差简直是从天堂跌到了地狱。陈律师察觉到了林浩天的情绪状态，他轻声说道：苏婉清老人在遗嘱中还有一段非常详细的说明，我认为各位家属应该完整地了解老人的真实想法和考虑。这段说明很长，但每一句话都体现了老人的深思熟虑。他重新拿起遗嘱，翻到第2页，开始宣读最关键的那一段内容。我知道这样的财产安排可能会让昊天感到不公平，甚至可能会认为我这个奶奶偏心眼，不疼爱他这个长孙。但我必须说明，这样的决定并非出于感情上的偏爱，更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我经过长时间观察和深思熟虑后做出的理性选择。听到这里，林浩天的身体开始微微颤抖，他意识到奶奶的决定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经过了长期的观察和考虑。陈律师继续读道：昊天这些年来确实很努力，他有自己成功的建材生意，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自己购买的房子，有幸福的家庭。相比之下，浩宇这些年来远在他乡打工，收入微薄，至今还是租房居住，连谈婚论嫁都成了问题。从经济实力和生活条件来看，浩宇确实比昊天更需要这套房产的帮助。浩宇听到这里，眼泪流得更加汹涌了。他没想到奶奶竟然如此细致地了解和关心着他的生活状况，连他租房的困窘和单身的尴尬都看在眼里。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陈律师的声音变得更加严肃。我这些年来一直在默默观察和比较2个孙子对我的真实态度。昊天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从地理位置上来说，照顾我应该更方便，但实际上他真正用心陪伴我的时间却很少。林昊天听到这句话，心如刀绞，他想反驳，但却发现自己无话可说，因为这就是铁一般的事实。陈律师继续读道：每次昊天来看我，表面上看起来很关心，但我能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一种期待，一种计算，一种焦急。我知道他在期待什么，他在等待什么。特别是在我生病住院期间，他虽然也会来医院，但每次都显得心不在焉，总是在计算医药费的开支，总是在暗示我不要花太多钱治病。
这段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子，精准地刺中了林浩天内心最深处的痛点。他想起了自己在医院时的种种表现，想起了自己对医生说的那些话，羞愧得无地自容。相比之下，浩宇虽然身在远方，但这些年来从未间断过对我的关爱。每个月他都会按时寄钱回家，虽然数额不大，但从来没有漏过一次。每年春节，不管工厂多忙，不管路费多贵，他都会专程回来陪我过年。在电话里，他从来不抱怨照顾老人的辛苦，总是关心我的身体状况，询问我需要什么帮助。客厅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每个人都被奶奶这段深刻的观察和分析震撼了。原来奶奶什么都看在眼里，什么都明白，只是从来没有说出来而已。陈律师翻过一页，继续宣读。在我生病期间，浩宇放弃了工厂的重要工作机会，请了长假，专门回来照顾我。他日夜守护在病床边，给我喂饭喂药，帮我翻身按摩，陪我聊天解闷。我看得出来，他的照顾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任何功利目的。而昊天虽然也来医院，但更多的时候是在担心医药费的开支，甚至还询问过医生关于放弃治疗的可能性。林昊天听到这里，终于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奶奶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把他内心最阴暗的想法都暴露无遗。他感到无比的羞愧和后悔，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并不是在责怪昊天，因为我理解他面临的经济压力和现实困难，但是通过这些细节，我看出了两个孙子在对待亲情问题上的根本差异。浩宇把我当作他最亲爱的奶奶来照顾，而昊天更多的时候是把我当作一个负担和投资对象来对待。陈律师深深地看了一眼痛哭的林昊天，然后继续宣读遗嘱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我希望昊天能够明白，我不是在惩罚他，更不是在报复他，而是在用我最后的方式教育他。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我不忍心让房产的问题成为他继续依赖的理由。我希望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而不是等待继承财产。同时，我也希望浩宇能够善待这份家产，把它当作新生活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如果将来昊天的生活真的遇到了重大困难，浩宇应当无条件地帮助自己的哥哥，因为血浓于水的亲情是世界上最珍贵的财富。最后，我想对昊天说，奶奶从来没有不爱你。从你小时候第一次叫我奶奶开始，到你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奶奶见证了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你第一次学会走路时的摇摇摆摆，你第一次上学时的紧张兴奋，你结婚时的幸福模样，你当父亲时的喜悦心情，这些美好的回忆，奶奶都珍藏在心里。林昊天听到这里，哭得更加厉害了。这些童年的美好回忆像电影片段一样在他脑海中闪现。那时候的他是多么纯真善良，多么爱他的奶奶啊！你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孩子，有着很强的商业头脑和赚钱能力，这些都是你的优点。但是在对待亲情的问题上，你还需要学会用心去感受，而不是用计算器去衡量。爱不是交易，孝心不是投资。家人之间的关系不应该建立在利益得失的基础上。陈律师停顿了一下，看着已经泣不成声的林昊天，然后继续读最后一段。我相信昊天内心深处依然是那个善良孝顺的好孩子，只是这些年来被现实的压力和世俗的观念所迷惑。我希望通过这份遗嘱，能够让他重新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重新学会什么是真正的爱和被爱。如果我的离世能够换来你们兄弟感情的重新融合，能够换来这个家庭的和谐幸福，那么我的死就是有意义的。读完这段话，陈律师小心地将遗嘱折好，放回了牛皮纸信封里。整个客厅里只剩下林浩天的哭声和其他人轻微的抽泣声。浩宇缓缓站起身来，走到哥哥面前，轻轻拍了拍他颤抖的肩膀。哥，奶奶说的对，你已经很成功了，有自己的事业，有美满的家庭。这套房子对我来说确实更重要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奶奶不爱你。林浩天抬起满是泪水的脸，看着面前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弟弟。玉儿，我这些年真的很混蛋。奶奶生病的时候，我心里想的竟然是医药费太贵，想的是她什么时候能够……她说不下去了，因为这个真相太残酷，太让人羞愧。承认自己曾经盼望过奶奶早点去世，这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深深的忏悔。哥，我理解你当时的想法，生活压力确实很大，店里的生意不好做，小诺又要上大学，你考虑经济问题是人之常情。浩宇的声音很轻，但充满了理解和宽容。奶奶也理解，所以他才会在遗嘱里说不是在惩罚你。小诺看着父亲和叔叔的对话，心情异常复杂。一方面，他被奶奶的深刻智慧所感动；另一方面，他也为父亲内心的痛苦而心疼。他走到父亲身边，轻轻抱住了他的肩膀。爸，奶奶是爱我们每一个人的，包括您。她这样安排一定有她的道理。浩宇静静地听着哥哥的忏悔，眼中没有责备，只有深深的理解和无限的宽容。他深知哥哥这些年承受的压力确实不小，建材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店铺租金年年上涨，小诺的教育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经济压力让一个人变得现实和功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哥，奶奶临终前专门把我叫到病床边，跟我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浩宇的声音很轻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晰地传到了在场每个人的耳朵里。他说，他这辈子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生老病死，而是怕他的离去会让我们兄弟之间产生无法弥合的隔阂和矛盾。他说，家人之间最珍贵的不是金钱和财产，而是血浓于水的深厚感情。林浩天听到这话，哭得更加厉害了。他猛然想起了许多童年的美好回忆，和弟弟一起在奶奶家的小院子里捉蚂蚱，一起分享奶奶买的冰棍，一起在奶奶的怀里听她讲《三国演义》的故事，一起为了一块糖果而争抢，却最终还是会互相分享。那时候的他们是多么纯真善良，兄弟感情是多么深厚啊！可是什么时候开始，兄弟之间的感情竟然被金钱和利益的阴霾所遮蔽了呢？玉儿，我不要这8万块钱，我也不会接受你房子的任何好处。林浩天突然抬起头，眼神变得异常坚定，声音虽然还带着哭腔，但语气却充满了决心。奶奶的安排是完全正确的，你确实比我更需要这套房子。我要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重新证明自己的价值，重新赢得家人的尊重和认可。这句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震惊。江梦瑶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看着丈夫，她原本以为丈夫会因为失去巨额房产而愤怒不已，甚至可能会和弟弟反目成仇，闹到法庭上去争夺遗产。没想到他竟然会主动放弃那8万块钱的补偿。不行，哥，那8万块钱是奶奶专门留给你的，你必须要收下。
浩宇急切地说道。而且按照奶奶的遗嘱安排，如果你将来的生活遇到困难，我有义务也有责任帮助你。要不这样吧，我们把房子卖掉，然后把钱平分，这样对大家都公平一些。不，绝对不行！林浩天坚决地摇了摇头，语气中带着前所未有的坚定。奶奶的遗嘱就是她留给我们的最后智慧和人生教导。我不能再让他失望了，哪怕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必须要按照他的意愿来执行，这是我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小诺看着父亲这种前所未有的转变，心里涌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骄傲感和敬佩感。这才是他记忆中的那个正直善良的父亲，那个曾经教导他要诚实守信、自强不息的好父亲。陈律师看着这温馨感人的一幕，心里也很欣慰。他从事律师工作20多年来，经手过数百起遗产继承案件，见过太多因为财产分配问题而反目成仇、对簿公堂的家庭悲剧。像林家这样最终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兄弟和解的情况，确实是非常罕见的。苏婉清老人如果能够在天之灵看到今天客厅里发生的这一幕，一定会感到无比欣慰和骄傲的。陈律师感慨万分地说道，他用自己生命最后的智慧，不仅合理分配了财产，更重要的是修复了家庭关系，让每个人都得到了心灵的成长和洗礼。3个月后的9月份，小诺背着崭新的行李箱，顺利进入了省城的师范大学，开始了他人生中全新的大学生活。奶奶留下的12万元教育基金，让他完全不用为学费和生活费的问题而担心，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专业学习和个人成长中去。林浩天的建材店生意在这几个月里发生了明显的好转，也许是心态的根本转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运气，也许是他开始真正用心去经营和服务客户。总之，店里的订单比以前多了很多，利润率也有了显著提升。更重要的是，他开始学会真正关心家人的感受和需要，而不是只关注个人的利益得失。浩宇用奶奶留下的那套房产作为抵押担保，成功申请到了50万元的创业贷款，在县城的工业园区租下了一个小厂房，开办了一家专门生产工作服的小型服装加工厂。虽然生意刚刚起步，规模还不算大，但订单情况良好，发展前景十分看好。更重要的是，他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事业和稳定的住所，也有了谈婚论嫁的底气和条件。每个周末，不管工作多忙多累，兄弟俩都会带着各自的家人一起驱车前往县城郊外的公墓，去奶奶的墓地看望她。他们会在墓前摆上奶奶生前最爱吃的点心和水果，会点上几支香烟，然后静静地坐在墓碑前，聊聊各自最近的生活状况，分享工作中的成功和挫折，讨论家庭中的大事小情。就像奶奶还健在时，全家人聚在一起吃晚饭时的温馨场景一样。有一次周末，小诺专门从大学请假回家，在奶奶的墓前郑重地放下了一篇自己亲手写的作文。作文的题目是奶奶教给我的人生课，用工整的钢笔字写在作文纸上，字里行间透露着深深的思念和感激之情。作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让所有人都深受触动。奶奶用她生命最后的智慧和深沉的爱，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爱与被爱。真正的爱不是占有和索取，不是计算和权衡，而是无私的给予和成全。他给了叔叔一个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给了我一个无忧无虑的求学环境，
给了爸爸一次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做人的宝贵机会。最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离别教会了我们这个家庭什么是真正的团结互助，什么是血浓于水的亲情温暖。林浩天蹲在墓碑前，一字一句地读完了女儿的这篇作文，眼中再次涌出了热泪。这次流下的不是羞愧和悔恨的眼泪，而是感动、骄傲和希望的眼泪。他的女儿从这件刻骨铭心的家庭变故中学到了人生最宝贵的道理和品质，这比任何金钱财产都更有价值和意义。春节前夕，浩宇的服装加工厂接到了一个来自外省的大订单，需要在短期内生产1万套工作服。这对刚刚起步的小厂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为了完成这个订单，他需要购买更多的设备和原材料，资金缺口达到了10万元。当浩宇正在为资金问题而焦头烂额的时候，林浩天主动找到了他。宇儿，听说你的厂子接了个大单子，需要资金周转。林浩天开门见山地问道。是的，哥，不过你放心，我已经在想办法了，大不了找银行贷款。浩宇不想给哥哥添麻烦，我这里有10万块钱，是这几个月赚的，你先拿去用。林浩天从包里掏出一张银行卡，没有任何犹豫地递给了弟弟。浩宇震惊地看着哥哥，眼中满含着感激的泪水。哥，这钱我一定会连本带利还给你的，什么还不还的？说这话就见外了，我们是亲兄弟，你的事业成功了，就是我们整个家庭的荣耀。林浩天拍了拍弟弟的肩膀，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真诚笑容。再说了，奶奶在遗嘱里不是说过吗？家人之间最珍贵的是感情，不是金钱。那一个瞬间，两兄弟紧紧拥抱在一起，眼中都闪烁着幸福和感动的泪光。他们都深深地知道，奶奶在天之灵看到这一幕，一定会露出最欣慰、最骄傲的笑容。苏婉清老人用他人生最后的深沉智慧，不仅仅是分配了家庭财产，更重要的是重新分配了爱与责任的承担。他让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找到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角色和责任，学会了什么是真正的相互关爱和无私奉献，懂得了什么是血浓于水的家庭温暖。而这份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情感传承，将会在林家一代接一代的传承下去，成为这个家族最宝贵、最持久的无形财富，远远超过任何房产和金钱的价值。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